独立之初连一门火炮都没有的美国，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的英帝国？有哪些因素促成了美国的胜利？一期视频带你了解美国独立战争始末。英国人有理由把北美殖民者发起的反抗视为一种叛乱。英国人在法国人面前保护了北美殖民地，也为那场战争承担了高昂的军费，所以他们当然也自认为有理由在这片土地上收取点保护费。至于这些殖民者高喊的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口号，执政的英国精英们只觉得他们无理取闹。毕竟在18世纪的英国，也并不是每个纳税人都有投票的权利，不管你在伦敦还是波士顿。北美的殖民者们当然也有自己反抗的理由，他们离开故乡来到新大陆是为了追寻自由和财富。可如果生活在这里和英国本土没有了区别，那他们踏上这片新大陆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而当一个矛盾已经无法仅靠语言调和，那么留给双方的选择显然也只剩下了一个。1775年5月，所有13州殖民地全部出席的第2届大陆会议通过了2项重要决议，即阐述殖民者拿起武器反抗之权利的武装宣言和反复重申效忠英王的橄榄枝请愿书。当然了，这些革命人士也不奢望仅凭2份决议就可以和平的解决问题。为了应对可能到来更大规模的战争，会议也决定建立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以对抗英国军队。随后，美军的前身大陆军由此应运而生，原各殖民地独立的民兵武装开始被置于大陆军的统筹之下。能力出众、战事经验丰富的弗吉尼亚议员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了大陆军的总司令。英国方面对第2届大陆会议的各项决议也做出了回应。这一年的8月，时任英王乔治3世颁布了平叛诏书，宣布北美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英国将倾全国之力进行镇压。革命军与英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实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当莱克辛顿和康科德战役爆发之时，革命军甚至连一门火炮都没有。如果非要说革命军相比英军有什么优势的话，除了本土作战，大概就是他们还有着更强烈的抗争信念吧。由托马斯·潘恩撰写、发行于1776年1月的《常识》是殖民地民众情绪的一次公开表达。在最初，多数殖民者认为这只是一场为消除大英帝国内部不平等所兴起的反抗，而不是一场独立战争。第2届大陆会议通过的2份完全不同论调的决议，事实上也体现了这种民众情绪。而通过潘恩在常识中对独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系统性论证，殖民地的民众们仿佛得到了启示一般，纷纷转向了支持独立战争，包括相当数量的保守派和投机派。常识在当时北美的销量非常夸张，其出版的3个月内发行量就达到了10万多套。自独立战争爆发伊始，革命军和英军都非常希望能够拉拢魁北克地区的原住民和殖民者的支持，以增加自己的战争筹码。革命军更是2次向魁北克省发出告书，以说服他们加入抗争。但由于无法获得魁北克地区势力的支持，同时也为了防范他们与英军形成合作，革命军于同年的9月开始兵分2路武力入侵加拿大。加拿大的战役在最初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11月，魁北克的重要城市蒙特利尔被革命军占领。不过进入12月以后，革命军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在攻占魁北克城的过程中，革命军伤亡惨重，作战经验丰富的准将理查德·蒙哥马利也都战死沙场。1776年5月，固守魁北克的英军等到了援军，并最终迫使革命军撤离，获得了此役的胜利。而加拿大战役，革命军虽然失败了，但英军的战机也因此被延误。英军为了重建加拿大的秩序，把半数的军队都留驻在了这里，而得到了些许喘息之机的革命军则开始把重心转向了南部战事。早在这一年的3月，英军为了避免在波士顿围城战中损失进一步扩大，撤离到了哈利法克斯，以等待援军的到来。历时近1年，双方付出代价巨大的波士顿围城战也彻底断绝了殖民地和英国和平解决矛盾的希望。这一年的7月，鉴于与英国的决裂已不可避免，同时也为了消除革命军内的派系之争，解决殖民地愈发显现出的无政府混乱状态，革命人士决定组建一个能够担当起13州各项工作和职责的共同领导机构。而后主要出自托马斯·杰斐逊之手，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荷兰独立宣言，宣示13州反抗行为之正当性的文告《美国独立宣言》公之于众。随后13州殖民地宣布独立，一个全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
也是在美国立国的同时，英军也在哈利法克斯完成了数万兵力的集结，准备将这个新生的国家扼杀在襁褓之中。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二阶段由此拉开序幕。自1776年的7月到1777年的3月，英美双方在战略要地纽约州及新泽西州发生了数次交战。在亲英派占据上风的纽约州，英军捷报频传，美军一度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不过，正当英国人自信地认为叛乱可在1年内平定之际，来自新泽西的噩耗让英国人皱起了眉头。在新泽西州追击美军的过程中，英军为了解决补给问题，开始向当地居民征集物资，随后逐渐演变为了抢劫、强奸等暴力行为。当地居民甚至包括一些受害的亲英派为此发起了反抗。本不受大陆军指挥的新泽西民兵之后与大陆军形成配合，给民心丧失的英军造成了巨大打击。新泽西的战役最后以大陆军及民兵的胜利而告终。此役结束以后，英军丢失了曾引以为傲的军力优势。美军的情况虽然也说不上多好，但相比英军而言，他们至少还拥有在本土持续募集兵力的优势。而一旦双方的军事力量没有了太大差距，上帝显然更倾向于眷顾更有斗志和勇气的一方。对英军中那些黑森雇佣兵而言，他们只是来打工的，远谈不上为英国人卖命；而对美国人而言，他们已没有退路，往前还有生的希望，往后则是万丈深渊。除了背水一战，他们已别无选择。1777年6月到10月的萨拉托加战役，通常也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美军在此役迫使英军主力部队投降，近6,000名英军被俘，包括领军的英军少将约翰·伯格因。更重要的是，战争的胜利还为美国人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筹码，那就是来自法国的全面支持。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虽认为这是一个削弱英国的难得契机，不过鉴于在7年战争中的惨败，法国仍旧有些忌惮强大的英国海军，因此不敢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从1776年起，为了削弱英国，法国开始暗中帮助美国，给予了美军大量的军火支援。此外，一些充满革命热情的法国人也出现在了北美战场，其中最知名的当属拉法耶特。这个贵族出身的男人自备军舰、募集人员，从1777年开始就同美军一起对抗英军，为这场独立战争贡献良多。美国后世为了纪念拉法耶特，把许多城市、道路等都命名为了拉法耶特。位于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的拉法耶特雕像，更是从1876年屹立至今。当美军在萨拉托加战役大捷的消息传到巴黎以后，法国人除了惊叹美国人的顽强以外，他们更意识到，如果英美双方实现了议和，他们将会错失击败英国人的机会，他们需要尽快加入这场战争。1778年2月，法王路易16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并与其建立了军事同盟。同年6月，法国对英国宣战，美国独立战争也由此升级为了一场国际战争。英国虽然并不想与法国开战，但来自7年战争胜利的自信，英国认为可以再次赢得对法的胜利。但很显然，英国人错估局势了。当英国试图在这场不断扩大的战争里寻找盟友之时，他竟发现没有人愿意和他站在一起。因为要分心应对法国，英国在北美战场开始转入被动防守。美国独立战争的第3个年头，战局开始陷入僵持。1779年，又一个利空落在了英国人头上。这一年，同是英国为宿敌的西班牙与法国结盟，并以同盟者的身份资助美国抗英。1780年，荷兰也加入到了反英阵线当中。荷兰虽然没有派遣军队到北美直接作战，但这个年长的共和国为这个年轻的后辈带来了价值700万美元的黄金。这比恩斯如同为美国干涸的财政降下了一场甘露，它之后极大的缓解了美军因为军饷问题而迫在眉睫的叛乱危机。从1781年年初开始，战争进入到了美军的节奏当中。整个上半年，美军捷报频传，疲惫的英军开始展现出了溃败迹象。这一年的9月，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后一场大型陆地战役，同时也是一场决定性战役——约克镇围城战爆发了。此役在经历了法美联军近半个月的炮火攻击，固守约克镇的英军主力终究还是没能抵抗住。10月19日，由北美英军副总司令康沃利斯率领的近8000名英军向联军投降。此后，英美双方虽然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发生，但战争的结局已经事实上落定了。当约克围城战的结果传到伦敦以后，执掌英国内阁的诺斯悲伤地说道：“一切都结束了。”战争的失败之后也导致了诺斯政府的垮台。
1782年11月，英美双方签署了巴黎和约的草案，美国正式获得了独立地位。次年，英法战争也迎来了结束，而战争的结果虽然是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终的，但除了得到2座小岛以外，法国的收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战争造成的巨大军费开支、财政与政治问题的叠加，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这个国家酝酿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让美国人结束了一个说不的时代，而当他们如愿获得独立以后，一个说是的新时代也应声开启了。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要如何继续运转？它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总之，那些美国人从未面对过的诸多问题，已经摆在了他们面前。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